我用冷漠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好，来了，嗨，大家好，我是米尔。嗨，我是乔。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耶，好，我是乔。你干嘛再讲一次？我刚刚有讲，你刚刚有讲，我今天好惊慌失措，好惊慌，好惊慌。好啊，今天要聊什么？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叫做如果有时光机。天哪，你不是很有趣吗？我想要我超级想要哆啦 A 梦在我身边的，我也很想要。好，那会聊到这个议题，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聊过生死观这个议题嘛，然后我们讨论过，现在30加这个年纪， yes. 好像生死离别就是越来越常发生在生活中。对啊，对。那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它很特别的点，是因为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不管你是富贵或是贫穷。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时间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过了就是过了。这个时间可不可逆？我觉得可以语带保留，因为有那个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人比较不聪明，维度没那么高，所以我们只感觉时间是线性的。可是你用很多量子力学的说法，其实时间不一定是线性的，所以但是可能是多元的吧，但是不可逆。没有，它的不是线性，是说你知道我们时间不是这样一条线走过去吗？然后有人是说时间不是这样走，时间是这样走的，然后还可以回什么之类。反正所以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其实不一定是你说像那个星际效应，我可能在未来看到我自己。对，OK， 好，Anyway， 反正我们现在以一个凡人的以一个凡人的状态，就是时间过了就是过了。那如果现在就是有一个哆啦 A 梦的时光机的话，那我就很好奇，我觉得大家就是听众现在也可以先想一下，如果现在有时光机的话，那你们会不会想要回到哪一个 moment？ 那可能是因为你对某件事情有一点后悔，你想要回去改变些什么，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你可能就只是想要回去到某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就是再一次去感受，再一次去咀嚼当下的感觉。对，都有可能。就是 anyway，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一下说，哪一个时刻是你想回去的？那我们就先说一下我们俩各自的答案。好啊。那米尔，你要先讲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再问一次。好，有没有哪一个时光是你想要倒回去，回到那一个时刻？那你可以改变什么，但你也可以不改变什么。如果讲不改变的，我就是想回到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在乡下很快乐，就是我就每天在那边玩 Game Boy， 然后跟外面的小朋友玩红绿灯啊，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年纪？红绿灯或什么，你知道黑白配木头人，或是你知道有一种游戏是你会摸着墙才叫做你是安全的，可是你如果跑出去那个墙，鬼就可以碰你，然后你就会变成鬼，墙壁鬼吧？这个游戏好像墙壁鬼，还有什么鬼抓人，还有大风吹之类的，对，就是小时候就会玩这些。我觉得那个时候好无忧无虑，好快乐。然后那时候我阿公阿嬷也还在，然后我们就是阿公阿嬷就是你知道没办法管孙子嘛，孙子就最大就是压给这样，然后我们就有点像小霸王在乡村纵横商场，纵横跑跳整个田野，对，跑跳田野很快乐。那个时候，这个是我很想回去的时光之一。所以你觉得就是回顾过去30加的年，没有，这只是其中一个，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啊？对，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所以你只是想要重回过去，然后再次感受一下，对，但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就是这个 moment 是我不想改变，想回去回味的。OK， 好，那你是还有其他答案？就是想改变的，因为我现在30加最感觉议题最。在我心中是根刺，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就是我会想要回到过去，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有脊椎侧弯，然后我没有料。等一下，先暂停一下，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对过彼此的答案，所以其实我有在想说，你会我第一个我有猜到，我有大概料到，真的对，但是我没有料到第二个。第一个我明明昨天就写在那个上面了，对，因为你刚好就是可能面临到生死离别的议题，所以我有料到你可能会讲第一个，但我没有料到会讲第二个。我真的今天看那个题目，我只想到身体健康，因为我就觉得天哪，我只在乎这个。好，那你最近脊椎怎么了？不是，我脊椎侧弯是一直都有的
事情，然后就是会造成很多不舒服。有没有脊椎侧弯的病友啊？拜托跟我讲一下，就是你会久站不舒服，久坐不舒服，你有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你拉也不是，就是你怎么样，你就是不舒服，腰好不舒服，然后你就觉得我整个人就不对劲啊！我觉得我在跟这种感觉共存很久了，然后。我希望我回到国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姿势是正确的，就可以改变这一切。对啊，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姿势不正确，然后小时候又不治疗，就觉得应该还好吧。长大就是你知道，可是我有点好奇，小时候你的姿势不良是怎样？是踢嘞在桌上，就是乱踢。我觉得还有背书包是单边背，然后就是反映给政府，应该像日本那个小丸樱桃小丸子那种红色背包，对啊，就是有人工矫正功能。对，然后反正就是变得越来越严重，然后。大学好像也是因为背书背课也背很重，反正就各种，然后我姿势又不正确，然后我又，我真的是很后悔。然后我之前去算命啊，我就想问身体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讲了一些你知道什么心脏不好、脊椎不胃不好，我就说那我的脊椎，然后他就看了一下我的命盘说，没有这件事啊，那应该是你自己造成的。Oh my god！ 然后我想说，你毁了我自己毁了自己的感觉。我小时候的我毁了我长大的我，所以是完全没办法，就是靠复健去改变的。他没办法改变，他就是这样，你就是共存一辈子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老了会怎么样。我甚至那时候想说，天哪，我可以怀孕吗？因为我撑得起那颗球吗？反正就各种。这样是对你来说肌肉的那个。会更重要，因为我肌肉就会很不平均，然后我就要，我后来去做物理治疗，他就有教我哪些肌肉我会特别紧绷，因为姿势的关系，然后要放松，哪些肌肉是要训练的，因为你都没有用到那块肌肉。可是这个就是平常就是，所以我必须要健身，我的腰不可以没力，就是我要支撑起我的脊椎。那我有一点好奇，如果你就是虽然说你现在都是保持尽可能的姿势是正确的，对，但如果你现在姿势再错的话，是不是会越来越弯？然后真的最惨的状态是会压迫到可能内脏的。其实医生说我到这个年纪已经不会再严重了，可是我现在的弯度，其实他看了会说，哇，那你的心脏跟肺可能要小心这样子。所以是刚刚咕噜很大声，但是我现在是还好，就是没有感觉到被压迫。可是医生看了 X 光就想说，那你心脏还好吗？你的肺呼吸得到吗？他就这样问我，我说有还好，呼吸得到。然后他就说，那你这样多久？那你生活有什么不便吗？你呼吸不到也太可怕了。我就说我就是偶尔腰酸或什么，不是偶尔，我有很常腰酸或什么。然后他就说，好吧，那你如果这样子 OK， 你就继续保持，然后。就是时常做伸展这样子，就是医生也对我没办法，就是这样了。所以你是要定期追踪，避免那个弯度越来越弯。我没有定期追踪，因为他就是不会就这样了。就这样 OK， 好，我就觉得这个开局人生这个开局真的是但是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身体的困扰。就是共存吧，我现在就是共存，我不会因为脊椎侧弯就是每天就是哀怨，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我必须要就是这就是我的人生要走的路，跟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腰酸背痛的感觉，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就是那个叫什么核心的肌肉不够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就是肌肉长不够，所以我是身体就会乱弹嘞，但我没有歪掉，但是就是真的是会腰酸背痛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然后后来才去做重训，然后把那个核心练好，就才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说那种腰酸背痛，就是怎么样都不对，就很烦。我们这集怎么变成身体的知识？好，那我回答我的那个答案。那你有你有想过我会回答什么吗？我不知道你会回答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跟家庭有关吧。可是我觉得我跟你想法完全不同。好，你说。好，就是我没有想要特别回到哪一个 moment， 对，但是我想要改变某一个时刻，是我大学的时刻。为什么？就是不是说我大学就是过得怎样，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太快乐，然后沉浸在同侪之间。就大学不都跟朋友很好吗？我觉得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可能就是跟系学会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当然是很快乐。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多去参加一些就是什么国际学校的交流，或者是有机会的话，我想去就是交换学校。对，就是我那个年代没有得知这一方面的资讯，所以我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但如果我觉得现在回去的话，我也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其实昨天有想到学校这件事情，因为我上的大学是一个
很高中式的大学，就是每周都在考试，一周还不止考一次，3天一小考，5天一大考。我的整个大学生活都是被绑在考试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以前受的教育真的很填鸭，我就觉得我的思维有点被框限住，所以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希望改变我的大学，也是大学，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到不同的大学，它的资源会比较不一样，就是那个想法激荡会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到一间考试很多的大学，大家只会跟你讲说要好好读书，你考试才会好。对，好，所以我很有感我小时候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对，不知道，庸庸碌碌，快快乐乐过了4年，就是快乐当然是很好，但是我应该更多的去意识到，未来的。我不知道兴趣上面的探索，我觉得这些我真的都是就是没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外在的环境推着走。对，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然后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之后才发现，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才开始慢慢探索。我就觉得应该在大学的时候探索，然后尽可能去就是破圈去思考到可能别的国家相关的一些资源。我觉得其实这个跟家庭的资源有关，就是你爸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跟思维长大，他会带给你嘛。然后他如果没有就是例如说让你去交换的这种意愿或是什么，他也不会带给你这个讯息，就是他没有这个，你自己也不会有。然后你在刚好你所处的环境也是没有这个讯息的，你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像现在的小朋友就是这一方面的资讯就是大爆发，所以我就觉得幸福。对，就是我们现在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定要透过可能家庭或者环境，就是我想要学的话，我可以透过 YouTube 我去得知我到底要怎么申请，所以就没关系啦。我觉得就是没有不好，但就是如果可以改变的话，我想回到过去，就是我想要争取看看这一方面的技能。而且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英文课，就是只有 A 班跟 B 班，A 班就是英文很好，B 班就是英文很烂。我在 B 班，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学习语言这件事情是快乐的。对，我觉得是痛苦的，所以我就不想学。真的假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我是真的到出社会之后才发现到，这件事情是好玩的。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的一些教育荼毒之下，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痛苦啊，痛苦自己。就是空中那个应该什么，国中的时候就空中英语教室嘛，然后就要听，然后就要写，就觉得好无聊我以前好喜欢读英文哦，就是我以前。就是虽然是填鸭式教育，可是我以前在上英文课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成就感，好棒。对，但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松动了，就是可能是觉得现在才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我没有被触发到一个键。你现在有觉得有趣了？对，我现在觉得有趣，但我说我小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不觉得有趣，我只觉得痛苦。但是我自己像我学英文的历程，我自己觉得我都太有趣的学习了，所以我好像没有很扎实的，就是不是很扎，就是我没有把自己逼到一个一定要很认真的环境去学什么英文，就是的感觉啦。因为我现在我出社会读英文也是，你知道买个英文杂志就开心看，我看资讯就好。但因为现在我想要增强我的英文，所以我变成我在看资讯的时候，我要去看它的句型，就变成我会看到这么细了。可是我以前都没在看，以前我就觉得语言，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是语言，就是多讲、多看、多听，基本上你就好了。可是因为我现在发现这样的模式对我来讲好像进步幅度有限，我就开始强度更强的去 push 我的英文学习。对啦，但 anyway， 反正怎么讲，这就是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境不太一样。对啊，对，好了，但其实真的是有点惋惜，就我大学到底在干嘛？真的是太爽了。我现在看其实我昨天一直在看一个账号，是一个小朋友，他就去国外留学，然后他在申请外商的学校，他在教大家怎么去申请，然后他真的很聪明，然后他也是很有逻辑的人，然后他也很认真做他笔记，我就觉得超厉害。我想说，哇，他资源很多，另外一方面他也真的这么努力耶。那我就想想我自己，我以前要是有这个资源，我会这么努力吗？其实不见得，确实不见得。对，我在演示这一题有点久，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在一个资优班的状态，就是我的同学都之优秀，但是我就是那个吊车尾嘛，对，我就是把那个平均拉低。那你为什么会进去啊？就是不能做，就是可能政府有一些规定不能做的太明显。你什么意思？所以是作弊进去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资优班，他不是很正规的资优班，他只是希望把一些优秀的学生放在里面，但是还是要有一些人去拉平那个
就是均值，你被牺牲了。对，但是在那样的状态下，可能有些人就会被 push 到，因为环境很优秀，但我就是那个颠倒的人，我就是觉得好痛苦哦，就是压力更大，对，就是反而觉得高压的环境我不是很喜欢，我只能说大家学习的环境可能会就是因人而异，对，所以我只能说自己就是先把自己打昏脑。天哪，这样讲一讲，我好想全部重来哦。投胎好了，然后等我下辈子，希望我可以有别的人生剧本，不一定是人。好，那下一题就是刚刚的话，比较像是回顾人生过去的一些途径，然后你想要改变，或是回到那个时刻。那相反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肯定一下自己，有没有哪一个环节？你觉得你做的一些决策或者是选择是真的很正确的，然后我觉得听众也可以想一下，然后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局限在事情，可能是某个人，这个人你认识他之后，你觉得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甚至是到现在都影响着你，对，人事物都可以。你要先回答吗？好，我有2个都是人际有关的。第一个，你刚刚讲，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是我刚刚想到，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大学朋友，我要 shout out 他的名字，他叫彩莹，就是他是我大学第一天我在课堂上坐在我隔壁的人，我当时只是觉得我要因为我以前很E嘛，只要谁在我旁边，我一定会跟他讲话，我就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说，我主动打招呼，他很谢谢，因为他不是会主动打招呼的人。可是我只是想说，就嗨一下而已。然后殊不知这一嗨，就连接了我们的友情，长达10几年，对，我现在几岁？长达10几年，32。然后，因为我回顾我有很多好朋友，我都很感谢他们。但这个我会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温暖的存在。就是无论世界怎么摧残我，无论我怎么不优秀，无论我怎么颓废，怎么负面，我永远跟他讲，他永远都是给我鼓励跟正面回复，他永远都是温暖的包围着我。他总是会说一句话，我每次做所有决定，我一想到有他那句话，我都觉得好有力量。他说，他都叫我，他就说好，蜜儿，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相信你绝对是想过的，我都支持你，无论是好的坏的。然后我想说，我真的每次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好谢谢他哦，就是我因为这句话，我变得好有力量，可以去前进。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当时开学跟他说那一声嗨，是我做最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好感人哦。对，我觉得越是长大，我们可能被这个社会，不管是外面的环境，对，或者是里面的内耗啊，对，或者是公司上面你要竞争，很长时候你就是会被 judge 说，你就是不够好，对，你要再多学习，对，你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当有人那么愿意支持你，然后给你很多情绪价值的时候，对，我觉得好感人很感人。虽然我们不算是那种，因为我跟我好朋友不一定是什么特殊节日要一起庆祝，或是生日要一起庆祝的人，但是只要他的存在，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感恩，就是朋友的存在。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都跟你讲好话，你就会不会进步啊，你就会颓废啊，我要跟你讲实话，对，其实这也没有不对，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还是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而且我觉得我越大，我心灵就越脆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是因为想得更全面。我小时候是一个想法很多，可是我思考很短浅的人，就是对我来讲，反正就这样就好啦。到底是有什么好担心的啊？不就这样吗？可是我现在会突然想说，所以这样我后面会怎么样？我这样子会不会做错的决定？我觉得2种人生的走法都 OK， 没有问题。因为像我这样走，我可能就是不会有很纪律规划到我想要的地方的这种人生走向，我可能就是来什么我就接，来什么我就接。对。那也有人是照着规划去走，那也 OK。只是我现在会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深思熟虑，所以我会变得比较心灵脆弱，很难去抵挡一些外来的东西，我会担心的东西更多。那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答案跟你蛮像的，我也现在讲好了。我觉得关系真的很重要。然后我自己在想这一题目，就是说
如果最感谢哪一个决定的话，我觉得是2021年那一情是疫情那一年，就是我们被隔离的时候，我其实经历就是从那之后吧，就是感情就开始不顺，就其实基本上反正就是结束了一段感情，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是很正常，但是怎么讲啊？就是我一直到现在，我在回想，我是昨天才想到这件事我在回想我过去所有的感情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感情就是对我人生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就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在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要谈恋爱？我觉得就是我喜欢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去，就有点像是partner 的概念，对，但我玩伴，对玩伴，但是我昨天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跟当时的另外一半说，我想要去做某些事情，好像是学语言吧，还是哪一类的，但是我记得我是被泼冷水的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过了那么久，但是我想起来的时候，我是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天哪，我不希望我身边不管是朋友，不管是另外一半，都不能去说你做不到，对，你不够好，对，这件事情太重要。因为，但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当时其实是内核不够完整的人，就是我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当外面环境的人就是跟我讲说：“你不够好，你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你做不到啊。”这种时候对我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另外一半或者是朋友的时候，真的要选择一个愿意比自己还要看得起自己的人。对。我真的是鸡皮疙瘩真的是这样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你觉得过往的感情对你来讲可能不一定有帮助。对，我想讲的一件事是，很多人会讲说每一段感情都会给你养分。我跟你讲，有些人就真的没有给你养分，有些人就是来破坏你的内核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要每一件事都这么大家都感恩，没有。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就直接看，他就是破坏你内核，他只是让你知道这种人真的不能碰，就这样子。对，但是怎么讲？我真的觉得我活到了这把年纪，我竟然有这个体悟，我觉得有点，我不知道是一个开窍的感觉嘛。因为我小时候，甚至是我去年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可能是真的是潜意识的内核更加稳定之后，你才有办法去辨别这件事情。就是像我现在，就是别人跟我说做不到什么的，我反而会质疑他说：“你凭什么？”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知道那么多，所以环境对我来说就会非常重要。我其实讲到内核稳定这件事情，其实我前阵子不是很焦虑嘛，然后我内核就很不稳，只要有人稍微给我，例如说我们 podcast 只要影片观看一低，我就觉得焦虑到不行，爆炸，我是不是不会做怎么办？然后或是只要有人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这个，我就想说完蛋了，我真的不适合。那时候我内核超不稳定，可是我觉得虽然我最近身体很差，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心灵状态比较健康，对，就是。我会觉得说不是我做不到，是我可能也许我会花的比别人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可以，只是我可能还没抓到诀窍，我觉得一定可以，我现在觉得是可以，然后我现在反而是影片不好，我就去想为什么我要怎么改，而不是一直内耗想说为什么又不好，我是不是不适合，我是不是不能做下去这样。我其实前阵子也一度想说要不要放弃，我真的有这样想，你有这样想过吗？做到现在？我其实不是这样想，我的想法比较像是说，我觉得这有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有时候会因为 podcast 关系在想说，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嘛？我没有说我想要暂停或什么，我只是想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可能过去真的是单纯就是很快乐，我们可以给彼此很多支持，就这样子而已。对，但因为我们现在变成类似工作的伙伴，而且其实我们两个以前一起在同一个公司上班过，但是因为工作就是工作，你是可对切割的，但因为现在我们是生活跟 podcast 都绑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很像一起养小孩，就是我们只剩小孩，对我们的交流就变得完完全全大概70-80%甚至90%都是 podcast 的东西，就是会变成说就是搞成这样，其实我们两个压力都超大的。对，但是那是我有这样子的想法过，但是我自己就是回到刚刚，就是内核稳定的话，其实会回到
就是议题上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适合吗？我觉得未必，我觉得是我们真的还在磨合，我们还在调整脚步，而且说真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嘛，其实也还不到2年，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更保持耐心，就像我们前面的来宾，就是创业的一些分享，我觉得我们类似经历那样子的状态，就是给自己更多的耐心，然后尝试试错嘛，然后再优化，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就很像结婚的伴侣，我也觉得我们像结婚伴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好的话，哇，我们可能会很常互相讨厌对方，就觉得你为什么做不到？对，你为什么不能多做一点？对。但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点是，我们都还蛮能愿意听进对方的一些想法或是需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对的道路上。太好了，因为我其实有在调整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时候你突然跟我讲，我有时候会有点抗拒，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后我都会默默的接纳你的建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多少会，我觉得我也会啊，就是有时候都会觉得是这样吗？对对对。是这样吗？可是但你需要沉淀一下，然后去反思说，好，那不然我就这样试试看。我觉得一定会。我觉得其实跟结婚一样吧，就是当然刚谈恋爱，对，就是谈恋爱很简单，但结婚是另外一个议题。对，就是因为是伙伴在撑起一个家的感觉。对，这件事情我只能说不容易。但我 echo 一下，我见到朋友的时候，昨天见到朋友，他们还有说，你们做 podcast 是很轻松，没有，好累哦，拜托。就是我觉得，对，我就只能说，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真的要给我们一点支持，不然我们会走不下去。对啊，而且还有一点，我最近在调整，我不知道，可是你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想要尽量讲一些跟 podcast 无关的话题跟你讲，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不想要就走 podcast 的交流，所以我开始分享一些很细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样会让。例如说，我会更想跟你分享，就是我想要回复我以前的分享欲。懂，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当初会想做 podcast， 是因为我们私底下的一些交流很多，然后有火花，对，但有点本末倒置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回不到过去那种很多垃圾话的状态。对，但我只能说，我们各自后来也不是像年轻的时候有点那么。奔放或者是天马行空，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其实会想更多，或者是我们各自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顾的。对，所以但能不能一起前进，就是我们愿意包容彼此的状态，一起前进，我觉得就会蛮重要的。对，有点鸡皮疙瘩，怎么会这样？天，好感人！我们刚才涂一些东西。感谢所有的就是过去的决定那我讲一个，好，也是人际关系。我刚刚说的第2个，就是我很感谢过去每一段感情，我都分手了。是一样的，我们会不会爆音啊？我觉得会，我到时候很难接。你这个答案是本来就想好的吗？我是昨天就想好的。那我可以答案是你 ？Oh my god！ 好白痴哦，一定没有人懂我们在干嘛。就是因为我现在回顾过去，我不能说每一段都没有养分，有些是真的很有养分的，但是。好感谢我离开的那些关系哦，因为我在那些状态，我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是真正的快乐。有一段是有快乐，可是那一段好枷锁，就是我变得好局限自己，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后面好几段是我好不快乐，可是我硬逼着自己说我快乐。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活？我现在有点鸡皮疙瘩，还有点想哭对，其实我刚刚好多段都想哭，但我想说我上次哭过，我这次不要再哭一下了，我不要。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吐出这样的话，真的就是已经成长了。就虽然说怎么讲，就是这件事情好。怎么讲？这怎么讲？我不知道就是过了，你才有办法领悟到这件事情。对呀。OK， 我觉得你到了，因为我真的看过米尔经历一些混乱的感情状态，好混乱，好混乱。对，所以我觉得好，我觉得你已经开窍，我相信你接下来一定就会对，就会找到对的航道上面。对，我也觉得。生活上吧，就是因为其实在挑选对象，其实也会影响到生活，会超级。当你很清楚你要什么时候。我觉得宇宙就会给你对应的对的人事物。好感动哦！而且我最近有学着放过自己，就是我就是放过自己，想说好，我就是也许没有这么
优秀，就是我就是需要时间，因为每个人人生的时段就是不一样，我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你的时辰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可是有时候我会不放过自己，我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跟别人时辰一样，我要比别人时辰快，可是我现在接受自己，好，我时辰可能没有那么快，那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自己厉害的地方，那就像我们观众跟我们其实都是凡人，你看的那些优秀故事很棒，他们真的很棒，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可能你觉得你没有到达那么优秀的部分也没关系，这就是你，那我平凡，大家都是平凡的，对，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亮点，那你可以 focus 在你自己的亮点，不一定要把自己逼得那么死，对，但是该努力的我还是会努力，因为我还是想要去争取什么，现在学习的是去争取，但是如果事情没有达成，那就随波逐流，没关系，因为人生就是很多无法改变，控制你可控制的，不要控制你不能控制的，就这样子。我也在延伸一下，就是其实我最近有在看一本书，叫做《隐性潜能》。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象，我现在在 A 点，我想去 B 点，对，它不是一个线性，就是直达的状态，对，它很长时候它是一个。不是2D，甚至是3D 或者4D 的状态，它会就是来来回回，然后甚至是上上下下，就是它没那么直线。但是你在那个样子的过程中，你会以为自己是停滞，你以为自己不一定在对的航道上，你会怀疑自己，对，你会有很多焦虑或者什么怀疑的自己的情绪，对，但其实它都在前进，它只是现在在某一个地方，它还在酝酿那样子的过程，对，所以 anyway， 我觉得就是怎么突然讲这个？对，反正就是对啦。好，那你回到你的下一题啊，好，那刚刚都是一些回到过去的一些议题或者是复盘嘛，对，那接下来是如果在这一个时刻，40岁的你。是40岁的你儿出现在面前，那你觉得他会跟你说什么？就是不管是鼓励的话也好，或者是给你一些指引的方向也可能。那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就像我刚刚延伸刚刚讲的，我希望，我觉得我也希望我未来自己要对现在自己说的话是：你不用太急躁，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可以追寻你想要的。但是如果假设我现在的40岁不是30岁的你想要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一定是你走出来道路，一定是好的道路。对，就是你不用太焦虑自己没办法达成你想要的，你想要去就去做，你说不定一个转弯意想不到，你得不到 A， 你搞不好得到了 B 啊。对啊，所以其实没关系，你就继续做你做的，不要继续享受当下，不要内耗。继续努力，但是没有达成也不要过度苛责自己，让自己放松一下。你是来体验人生的，你不是来逼迫自己的。对，这是我希望40岁的我会跟我讲的话。我的答案其实也蛮类似的，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说的太多，就是说很非常非常的明确有一个人生的愿景。就是老实说，你说我40岁，哇，我都不知道这个地球到底毁灭了没。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蛮温暖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做什么话，我觉得只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觉得真的是你想要的，有一个aha moment 的那种感觉的话，那就是直接去执行，然后去前进，然后也不需要太多内耗。那对，然后当你很就是相信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相关的东西不管是人事物，都会围绕着你想去的地方，然后指引你前进。很棒。所以其实也是说因为你一定要让自己感到舒心嘛，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有发过一篇文，是我现在会很有意识的去选择我要做的事情，我要相处的人，我要接收的资讯，因为有些资讯它也许是对的，可是你不一定要接收，因为它对你可能是没有帮助的。对，那如果会让你开心的资讯你就接受，反正就是我要有意识的选择当下我做的所有行为，选择相处的所有人，说的所有话。对，就是对，变成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那我觉得最后是我们刚刚其实交流了3个题目嘛，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一下这一些题目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蛮有意义的，然后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彼此的答案。对，就是有点像是说了解对方的3观是不是符合的。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意义的，然后我们2个答案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对啊，好，那我们今天题目就到这边。对，记得如果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需要一些鼓励，就是你们如果觉得喜欢这一集的内容，你们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留言，我们都会看这2边。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私讯我们 IG 给我们一些想法，也是 OK 没问题的。对，那大家下次就分享到这边，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